上車。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今天的敬老卡之旅要造訪這個月新開幕的井町日式宿舍群，就叫做光在井町。我現在在捷運信義線東門站。井町日式宿舍群的位置就在龍井時光生活園區的對面。我們就從東門站這裡出發，步行金山南路前往光在井町。東門站3號出口，金山南路2段。我老婆走在前面。中華電信，原日本時代台北監獄，那邊還有監獄的殘牆。右側這一整排都是日本時代台北監獄的範圍。這一棟是中華郵政台北郵件處理中心，也是日本時代台北監獄的範圍。這附近的地名以前就被叫做監獄口。台北監獄舊址。日本時代的台北刑務所，前面的龍井時光生活園區，就是當時台北刑務所的官舍。現在這裡要新建社會住宅。我們抵達龍井時光生活園區。右側這道牆就是台北監獄圍牆遺跡，也算是隱形版的台北城城牆遺跡。因為當年日本人興建台北監獄的時候，就是利用拆除台北城的城牆的石塊來興建的。左側這一整排房子就是當時台北刑務所的官舍。當然，現在看到的建築外貌，也是戰後國民政府時期有做了一些增建，所以不完全是日式建築的風格。這裡有當時台北監獄建造時的工法介紹。這是修復後的日式建築。這是1914年羅福星死刑執行之處，台北監獄刑場。這是1923年治警事件，當時包括蔣渭水、賴和等人都曾經在這裡監禁過。這是台北刑務所的照片。這棟建築是當時台北刑務所職員的公共浴室，就位於官舍宿舍區的旁邊。原台北監獄刑務所官舍歷史建築，經過修復之後，現在稱為龍井時光生活園區。不過我今天主要造訪的不是這裡，這裡我已經造訪過2、3次了。今天要造訪的是對面附近的井町日式宿舍群。我3年前造訪的時候，當時還在整修當中，那現在已經整修完畢，在今年5月15日開幕。我現在繼續前行，走往光在井町。從這邊停車場左轉，
現在剛好9點半，餐廳已經營業了，所以我老婆走到前面，先去看看有沒有位置。我抵達井町日式宿舍群了。3年前來的時候還在整修，一片狼藉。巷子進來，這邊是杭州南路61巷33號。光在井町，我老婆在裡面了嗎？這邊一整排日式宿舍都整修完畢了，我老婆已經在裡面了，那我就先進去喝咖啡。没有去拍吧台那个，他那个是卖的艺術品，你知道嗎？我老婆正在幫我點餐，那我就先出來逛逛。這是新開幕的井町日式宿舍群，光在井町。這邊總共有3棟，3棟建築有3家特色餐廳。哦，前面那裡還有一棟，然後前面那邊還有2棟。然後金華街的對面就是龍井時光生活園區。不過光在井町這邊的日式宿舍就不是屬於台北刑務所的官舍，當時是屬於總督府三林課還有專賣局的宿舍。那戰後由台灣省菸酒公賣局等單位接收使用。我回到第1棟建築了。1982年上演的電影《光陰的故事》是由4段故事組合成的短片集錦。那其中的第2段《指望》是楊德昌導演所拍攝的。那取景的地點就是這裡。《光陰的故事》是台灣新電影的開山之作。接下來1983年有陳坤厚導演的《小畢的故事》，楊德昌的《海灘的一天》，還有侯孝賢的《風櫃來的人》。那一年還有改編自黃春明小說的《兒子的大玩偶》，然後到了1985年，侯孝賢的《童年往事》，楊德昌的《青梅竹馬》，1985年侯孝賢導演的《戀戀風塵》，還有楊德昌的《恐怖分子》，也是在那一年拍攝的。然後到了1989年，侯孝賢導演的《悲情城市》，榮獲威尼斯影展金獅獎，那是台灣新電影的巔峰之作。我的餐點已經上桌了，那我現在進去喝咖啡。那我們今天的光在井町日式宿舍群之旅就在這邊結束，謝謝收看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還有一個甜點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資訊欄裡面有本次旅行路線的 Google 地圖網址連結，歡迎您點選網址，打開地圖，作為旅行的參考。
站，信義行政中心復興宮，信義行政中心奉天宮，區行政中心安田橋。